我在此宣布，恭喜两位正式成为合法夫妻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摄影师 Mandarin N。其实JPN 的婚姻注册流程和私人公会的注册流程大同小异，因为前半段的步骤是一样的，同样是要去 JPN 提交表格，然后宣誓。接着呢，你再把表格交回去给 JPN， 然后接着 JPN 就会贴在布告栏等候21天。不过，如果你打算在私人公会注册，就不需要被贴在布告栏21天了。这也正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话题，在私人公会注册的流程。婚姻注册除了 JPN 之外，还包括了私人公会、德教会或是基督教堂。今天这支影片简单讲解关于私人公会的注册流程，跟 JPN 有什么不一样呢？首先第一样就是你不需要被 JPN 贴在布告栏等候21天，只需要在孙8之后把表格交回去给 JPN 的时候，告诉他们你是要去私人公会注册，这样子就可以啦。不过呢，每一家公会对于婚姻注册的申请日期都不一样，有些需要提前1个月，有些只需要提前2个礼拜就可以了。那当然啦，如果你遇到了结婚旺季，可能还需要提前2个月申请。所以呢，在这里必须温馨提醒一下 ，JPN 的表格有效期是3个月。换句话说，你在 JPN 索取表格之后，必须在3个月里面在私人公会完成注册。接下来我们来说一下私人公会所要准备的资料有哪一些呢？男女双方的身份证和副本，2位证婚人的身份证和副本。这里必须强调一下，证婚人必须是马来西亚公民，而且不能够是回教徒。而如果新郎和新娘都未满21岁的话，就必须携带报生纸的副本。让我再重复说多一次，如果新郎和新娘都未满21岁的话，就必须携带报生纸的副本。换句话说，你们2位都已经年满21岁了，那么就不需要报生纸。因为我听到很多人都说婚姻注册需要报生纸 ，No， 只有未满21岁才需要携带报生纸的副本。如果你已经年满21岁，那么就不需要携带报生纸副本，只需要身份证就可以了。理解了吗 ？OK， 其他的细节就跟 JPN 一样。好，我们来说一下，在私人公会注册的话，要注意的事情有哪一些呢？在婚姻注册当天，男女双方以及2位证婚人都必须提前抵达，并在婚姻注册官的面前签名。那么，要是当天有任何其中一方迟到的话，这场婚姻注册将会直接被延期。换句话说，注册官是不等人的。而在服装方面，新郎则必须穿长袖衬衫以及长西装裤和皮鞋。至于新娘的服装，则可以是婚纱礼服、绣和服、晚礼服、长裙或者短裙都一样可以被接受。鞋子方面可以是高跟鞋，也可以是平底鞋。那么有什么类型的服装是不被接受的呢？无论是结婚注册的新人或是证婚人，都一样不可以穿 Polo T、普通 T 恤、短裤、牛仔裤、迷你裙或是拖鞋，都一样是不被接受。而至于服装的颜色方面，则没有任何的规定。至于儿童码，为了避免吵闹或是影响到婚姻注册仪式，不建议携带入场。包括也有人会问，要不要准备戒指啊？要不要手花啊？无论你是在 JPN 或是私人公会注册，戒指和手捧花，它们都不是婚姻注册的必需品。换句话说，无论你有没有携带戒指或是手捧花，都不会影响到婚姻注册的法律效应。而由于受到疫情的影响，很多提前提交的证婚人都没有办法在婚姻注册当天出席，于是呢，就有很多人要求更换证婚人。关于更换证婚人，大多数的公会都是允许的。不过，每一家公会定制的条例都不一样，大多数都必须在注册日的2个星期前重新提交资料。喜欢我今天的影片，记得帮我点赞，然后不要忘记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，并且加入频道会员。最后还要麻烦你们帮我做一件事情，好不好？那就是帮我把这部影片分享给已经结婚或者还没结婚的朋友。拜。